宇哥，怎么抽上烟了？人都说女人抽烟的时候最具吸引力，我想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想知道最具吸引力的时候，我还有多少吸引力？你又喝酒了？你闻出来了？能猜出是什么酒吗？好酒，二锅头。啊，那你去休息会儿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没说完呢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你没有看出来吗？看出什么？你前妻今天挺高兴啊，这几天她都挺高兴的，对吧？宇哥，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啊。我不想说什么。你从一进门到现在，你没有看见我头发很乱吗？你不想用梳子给我梳梳头吗？不耽误你的时间了，做饭去吧。对了，你儿子班主任打来电话，说你儿子表现差极了，班长被撤了。什么？而且他说陆小军可能心理有问题，建议我们找一个心理医生给他看看。其实我也觉得陆小军心理有问题，应该找一个医生看看。你说谁该看心理医生呢？我看谁想到这个主意的，谁才心里有毛病呢。赶快先给自己治治吧。小军，怎么说话的？志平，晚饭不用给我做了，我不饿。爸，晚饭多给我做点，我饿极了。宇哥，你去哪儿？去看看我的女儿，晚上不回来了，不用等我。再来一杯天使之吻。那位先生已经为你付过了。小姐，你的天使之吻。谢谢。小姐，我可以送送你吗？好。请。送到这儿吧，谢谢。哎呀，小燕儿啊，早晚一天把你给拿下。大姐，来来来，随便看。这是老董事，你们要是觉得不够气派啊，再重新装一下。这肯定要重装了。我们乔总怎么能会用别人送过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走吧。大姐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梅总，这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，房租啊比你们的高出1倍呢，你们赶紧搬吧。那起码你得给我们说一声吧。我可是给你们2口子都打过电话，你们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呀。
那也没你这么办事儿的。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们不是已经欠了我1个月的房租，我连个招呼都没打吗？我这么大的房子，总不能像挤牙膏似的，月月来问你们要钱吧？你要是还能像以前一样，一次付给我全年的，并且出的价跟他们老总、乔总一样，那这个房子我还租给你，怎么样？梅总，那1个月的房租我也不要了。我看你们夫妻俩人还不错，对这房子也挺爱护的。你也别生气，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嘛。这面墙，我看什么也不用挂了，就挂曹总的照片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有创意，好。妈妈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我们再等会儿。你们是在等爸爸吗？快吃吧，我吃饱了。回屋写作业去吧。我也想等爸爸。写作业去，快。爸妈，要不你们先吃吧，别等了，都凉了。那个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，告诉他，如果不愿意来，或者脱不开身，就不用来了。快去啊！我的。爸妈，吃饭吧。啊，我去洗个手。梅梅呢？爸爸，我在卫生间洗脚呢。好了，爸爸，姥姥姥爷说，你光顾着钱窝的老婆孩子，连家都不管了。爸爸，你现在怎么跟哥哥似的，总喜欢叹气？哥哥和我在家的时候，就像你现在这样，总叹气。是吗？爸爸，哥哥说想我了吗？他说他想我了吗？是。哎，洗好了，先做做作业啊。好，走吧。你最爱吃肉了。妈，你别老给我夹，你吃点儿。妈吃的够多的了。是你爸做的饭吧？好吃吧？好吃。你爸吃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注意。
在平山，你爸哪会做饭呢？你爸对妈做到这一步啊，不容易。那是因为他心里有愧。儿子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还恨你爸吗？没以前那么恨他了，不过我更恨那个姓梅的。都不容易。怎么，你不恨他了？儿子，我听你爸说，你学习可下降了啊。他还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说你最近学习跟不上了。哦，没事，我会跟上的。孩子，都是让妈给耽误的。以后啊，你不用来天天陪妈了，在家多看看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吃吧。爸妈，你慢吃，我吃饱了。再吃点吧，我看你都瘦了。谢谢妈，不用了，我真吃饱了。我也吃饱了。志平啊，咱俩到阳台聚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好。志平啊，你前妻的事儿，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能跟我说说吗？按理呢，他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了，因为我跟他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可是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，你出点钱给他看看病，我们都能理解。谁让我闺女当初是第三者啊，破坏你们的家庭呢？可问题是，你现在属于另外一个家庭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要管你的前妻，管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他这次手术挺成功的，我问过医生了，过几天呢，他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。休养以后呢？就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要是再复发呢？他要是拖上个3年5载的，那怎么办？你还管不管？志平啊，我知道依照你的性格，你肯定会管到底的，这也行啊。不管你出于什么考虑，你对他管到底，我们都表示理解。可是你光出钱还不够吗？非得又出人又出力吗？有这么管的吗？还有，我听宇哥说，你们那家公司也黄了。你把钱都拿出来替你前妻治病，你自己的家庭还管不管了？老婆孩子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替他们将来考虑考虑啊？我打算把画画再捡起来。什么？你想画画来养活家？公司不办了？这个我还没想好呢。志平啊，上次我在电话里边已经跟你说了，这次把你叫到家里来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希望你呀，好好的考虑考虑，理智的考虑考虑。毕竟，作为一个男人，首先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呀。喂，啊，志平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吃了。你有事吗？我想麻烦你点事儿。你明天过来的时候啊，帮我带点东西。啊？什么？哦，染发水啊？啊，好，行。梅叶，软糖呢？软糖。
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。徐教授，怎么样？你妻子，不，你前妻明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，治疗的效果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料，非常好。是吗？梅艳，听见没有？谢谢徐教授。谢谢，太谢谢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也别光谢我。当梅艳能够恢复得这么好，应该说与你的精心护理是分不开的，也应该谢谢你。我们医护人员私下里也常议论，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也的确不容易。还有你妻子也够宽容的。看来你们都是善良的人，但愿以后你们两家还能像现在这样和睦融洽地相处下去。我说的对吗，党美艳？哎，梅艳，你先回病房吧，我去把手续办了啊。你办完手续就回家了吧？不，我还去火车站给你买票呢。不用不用，那个车票我自己买。那哪行啊？车票好买。你看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能不能陪我到公园转一转呀？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啊？这东西别急啊，咱们很快就结婚啊。你这个小不要脸，跪下来打我的男人！你怎么跑这来了？掐死你！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你不要脸的，你在干嘛？你跑这搞破鞋来了，家里什么都不管，我怎么办？我要跟你离婚！我要回什么家？回家！我不回家！美艳，不要脸的东西！美艳，我要回家！美艳，别这样，对身体不好啊！我没生气，我就是觉得，你说好好家庭不好好过日子，怎么都出来搞第三者呀？那个我没别的意思，我该回医院了。一会儿小军到医院找不着我，该着急了。哦，对了，等小军来了，我们一块吃顿饭吧，啊？你有时间吗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赶紧回去照顾小梅和宇哥吧。这段日子你总往医院跑，他们肯定对你有意见了。你替我谢谢他们，还有你的老丈人、丈母娘。本来我是想看看他们的，可我怕他们嫌弃我这个癌症病患者，给他们带去晦气。多吃一点。华佳，咱们都多少年没见了？可不，你也不来平山看看我。平山啊，那个地方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去了。不至于吧？最后胜利的还不是你吗？胜利？也许吧。哎，我觉得你瘦了。而且比以前更漂亮了，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？像陆志平这么优秀的男人，都被你这样的美女给找光了。我还是一个人吧，其实一个人的感觉也不错啊。来，为一个人干杯。哎，美女，你跟陆老师现在过得特滋润吧？还行吧。哎，他那个泼妇的老婆没再来骚扰你们吧？我的妈呀，怎么说来就来啊？怎么搞的？这一家三口都凑一块儿去了。我们约定同年
年同月同日死。是罗马尼亚的队员呢，当时都倒在了草坪上。你这有没有闪失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应该发生点故事。你这么自信呢？绝对自信。作为一个成功男人，没有一个是不自信的。为成功的大胡子干杯！好。来。你知道你有多美吗？我在你眼里很美吗？当然，我的眼睛可贼呢，尤其是看女人。我甚至于能看到一个女人骨子里的品味。这么说，大胡子也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了。当然，美女，我告诉你怎么看一个男人的品味。说说看。这可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啊！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看这个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就能知道他的层次和品味啊。好像是有点道理。什么有点道理啊？这绝对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啊！怎么样，美女？想不想给一个懂得怜香惜玉又善于欣赏尤物的老板打工啊？只要你能够加盟到我的公司来，我立马给你配一辆宝马，说话算话。可惜我不喜欢宝马。怎么，连宝马你都不喜欢？我觉得想了解一个男人的品味，也可以从他喜欢的车知道一二。啊？那你喜欢什么车？尽管说啊。乔总，喝酒主要靠嘴，对吧？啊，用手，端杯子，啊。最好小声一点，否则我会让你更丢脸，让你这一辈子都没脸再进这家酒吧。你看，先生，您还没买单呢。不用了，我请客，再给我来一杯。喝这么多酒啊？啊？喝这么多酒，得问你呀！放开！回家吧啊！回家？回什么家？我还没喝够呢，放开我啊！放开！宇哥，别闹了好吗？我闹谁了？我闹谁了？我？你们一家人三口团圆完了，你来找我了？你现在来找我干嘛呀？你现在这个时间，你在医院陪你老婆，陪你大老婆。宇哥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。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，不委屈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委屈什么呀？我第三者委屈什么呀？这都我自作自受，我活该。可是我就想问你，我要赎罪赎到什么时候才是够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宇哥，他要回平山了，明天就回去。我今天请他们娘俩吃饭，我就算是道个别。真的？本来想请你来着，但是呢，我怕到时候小金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，让大家心里不自在，所以我就……
他真的要走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这些天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，谢谢啊。梁姐，千万别客气，一路顺风。有机会就到平山去玩啊。好，妈，上车吧。这孩子他不放心我，非要送我回去。那车票买了吗？上车再说吧。假请好了吗？说是请了，没事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。那我们走了，车也要开了，再见啊。好，慢走啊。啊，李水你好，刚才上去2个人，麻烦你帮他补张票好不好？哦，好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儿又不舒服了？没有，要回家了。妈是高兴，高兴。梅梅怎么了？怎么不吃啊？啊？妈妈，我不想吃了，我想哥哥了。要是哥哥在就好了。哥哥回家了，过2天就回来了啊。吃。爸爸，哥哥为什么会有2个家？他要是回到那个家，不回来了怎么办呢？哥哥会回来的。哥哥怎么会不回来呢？妈妈，我可想哥哥了，我都好多天没见到他了。吃吧。爸爸，我有个好主意，要是哥哥不回来了，咱们就去他那个家找他，你说好吗？那好，吃吧啊。您别拔了，再拔下去头发都要拔光了。哎，志平，你看这套不错哎，市中心，230平米，年租金50万。啊！哎，市中心你就别考虑了啊！这开画廊啊不在位置，在画家。可是画家的手已经没了。哎呦，没事儿，再慢慢剪吧啊！
看，这套有点意思啊！你看，在郊区，便宜啊！你看，5间房子还带个小院儿，我看值得一看。年租金15万，也不便宜啊！这么大面积呢，你看，要在市里面的话呢，你这么大的面积，怎么着也得40万，这1年。咱们还有多少钱？啊？这写着呢，一次性交清1年的房款，看见没有？哎呀，这可能有点不够啊。哎，宇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你看咱们的车不是也修好了吗？把它给卖了吧。卖了啊？没车多不方便呀！你在这么远的地方租房子，怎么去啊？有小巴呀，你还可以打车嘛。这么远，天天打车，比养车还贵呢。要不这样，骑自行车啊，既省钱了，还能锻炼身体。哎呀，算了，要是这不行，不想卖车的话，就想别的办法吧。卖了吧，反正那个车我也不喜欢了，卖了。哎，等以后啊，咱们的画卖好了，我给你买辆宝马。宝马多俗啊！这样吧，如果以后你的画卖好了，你给我买一辆路虎；如果我的画卖好了呢，我给你买辆平板车啊！我呢就骑着那平板车，上面拉着你这个美女，是不是？那绝对是一道风景线啊！还要顶一个帽子，我穿上破胶鞋。对，再弄一个破锅盖敲啊！卖破烂了，齐了，这叫卖破烂了。我跟你讲，像我这样的美女，要是卖破烂，我一定要唱着歌，就唱那个什么歌？就干了糖卖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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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么熟悉的声音。走过多少年风和雨，就干了糖卖屋，就干了糖卖屋，就干了糖卖屋，讨厌，就干了糖卖屋。住新房子了。你要服吧，老公。你们俩干什么呀？唱歌都把人家唱醒了。我要睡在你们中间。你看小娟还活着呢，鱼。美艳，我回去了啊。邵大哥，你慢走啊。哎，谢谢您的鱼。你看你又客气，待着吧，门我给你带上了啊。哎，干妈再见。再见。你看这鱼还挺欢实的哈。哎呀，干爸刚钓的，还得活一阵呢，一会儿我就宰了它们。可别，先养着，等死了再说吧。死了就不好吃了。儿子，以后千万不能再杀生了，记住了吗？你看你们俩多傻呀，那么多鱼，就你们俩上钩，命真苦啊！妈，来，您坐。我不累。哎呀，您过来坐下，坐吧。哎，您坐着，别回头啊。你干嘛呀？哎，别回头。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傻小子，你心还挺细的。妈，你坐好了啊，开染喽。你行吗？我可是染发师傅啊，你忘了我给干爸染过发呢。对，那染吧。往白头发上染啊。哎，好。妈，你说我长大要开个发廊会怎么样？
志平，妈，你看妈这个嘴，妈本来想叫你的，怎么把你爸的名字叫出来？真是。妈，干嘛？没什么。有话你就说吧，别憋在心里，又不是外人。妈，你当初干嘛非得离婚呀？你要是坚持着就是不离，看那个姓梅的，还能怎么样？你怎么哭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这些的。我知道你全是为了我，你都是为了我。妈，儿子对不起您。妈，你看你别哭了，来，妈你别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儿子，你该上学去了，都3天了，你落的课太多了啊！不，我不回去。小军，我跟你说，我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你，就是这件事不成，你必须跟我回渤海去。那好，你要非得让我回去，我也有个条件，你必须得答应。什么条件？怎么样呀，陆先生？您给句话吧。这样吧，我呢回去再考虑考虑，好吧？我想这房子地点这么偏，1年15万的租金，这贵了点啊。宇哥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，再看看那个傅家庄的房子啊。哦，对呀，傅家庄的房子位置又好，一栋小独楼，年租金才20万。就是。谢谢啊，走。5、3、5、4、5。大姐，大姐啊，大姐，您说傅家庄那房子20万啊？这绝对不可能。谁说的？别人就是20万哈。我干这行的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哎，您要是20万能租下来，您30万租给我，怎么样？行了，咱不说别的了，你就说这房子能不能便宜点吧？嗨，您早说不就成了？您看您2口子也不像是会讲价的人。这样吧，租金降1万，14万1年，咱呀也别再说什么傅家庄了，成吗？行。不行，这房子我觉得太偏僻了。这样吧，你要再降1万块钱，我们就把它租了。哎呦，大姐，您可是把我们的利润全都抹去了，我们不能白忙活呀。哎，这样吧，13万5，咱就别再说了，行不行？我看行。还说咱们不懂装修，他哪知道啊？咱们就是干这个的。这回啊，咱们得好好的设计设计啊。看你高兴的。我当然高兴了啊！其实啊，这才是我从少年起就向往的生活，住在乡村别墅，过着朴素的生活，画着自然的风景。宇哥呀，我相信，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久了，我甚至能画出大自然的气息和味道来。闻到了。陆教授，先活动活动手指再说吧。哎呀，是得好好活动活动啊！就从素描开始。不过这回模特不用抽了。是，现成的，还不用花钱。最关键的是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
感觉了。你们看，也没提前跟你们打招呼就来了。爸，梅阿姨，你们别有太多的想法，是我硬要把我妈拉过来的。回去这几天我想了想，我妈一个人在平山啊，我不放心。再说了，去渤海医院复查也不方便，我就把我们平山的房子卖了。反正这儿的房子大呀，我妈和我住一屋，碍不着你们，顶多交点伙食费嘛，对吧？走，妈，上楼去，楼上有洗手间，上完厕所我带你参观参观咱们的大豪宅。哥，我带阿姨参观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认识路，我不也是这家的人吗？啊，对了，爸，我和我妈还没吃饭呢，麻烦你再烧2个菜，谢谢。哎呦，这么晚了，就别炒菜了，那个别累你爸了，吃方便面就行。走，妈，上楼。爸爸，妈妈好像生你气了。没事，上去睡吧啊。不，爸爸，我帮你做饭吧，我还会洗菜。不用了，孩子，上去睡吧。妈，今晚呢，你睡上面，我睡下面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我还不急呢，你先睡，儿子啊。睡吧睡吧，哎，累了一天了。别敲了，我妈在里面呢，你去楼下吧。走啊！开门，我要大便！开门，我要大便！妹妹，你妈在里面呢，你干嘛不上楼上的卫生间啊？啊？那个阿姨用着呢。开门！好了，来，快进去吧啊！好了，宇哥吃饭了啊！小梅，小梅呢？她不是要上厕所吗？哦，她已经在这边的卫生间上了。宇哥，你也醒了？啊，丹姐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好，我这么多年呀，也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，我连梦都没做。哟，怎么能让大老爷们做饭呢？以后啊，这买菜做饭全包在我身上，还有家务活啊。
哥喝水。哎，哎，各位师傅，水在这儿啊，渴了自己拿啊。谢谢，谢谢。王师傅，哎，我们都是老熟人了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我就一个要求，按照图纸干，别糊弄，早点完工，好不好？放心吧，陆总啊，你和梅总都是行家，我是糊弄谁也不能糊弄你二位啊。王师傅，我再加一个要求啊，不要什么陆总、梅总的了，听着别扭，这都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了。你呢，就直接叫我的名字，好不好？那都不好意思啊。你说这画廊路再开起来，您二位不还是老总吗？没什么老总啊，就是俩画家，或者说就是俩画画的。哎，宇哥，去哪儿啊？去接梅梅。这时间还早啊，再说还有小军呢。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，以后接梅梅我自己去，别人我不放心。哎。当姐，我进屋擦擦灰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这屋没灰，我天天都擦，不麻烦您了。那我去外屋收拾收拾。也不用了，我刚跟志平做了一次大扫除，就在您出院的第2天。如果你实在想收拾，就收拾你和小军的房间吧。啊，丹姐，我去接梅梅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。Windy, snow, snowy. Excellent， 真棒，都会了哈。妈妈教你语法，好吧？好。看这个。妈妈，这是什么歌呀？真吵。这不是歌，这是京剧。来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，你看，你看，包公出来了，就是那黑脸的，看见了吗？他可是个大好人，要是活到现在就好了。志平，看电视吧。啊，你看吧。今天的天气。不学了，不学了。
睡觉了，妹妹。这么吵，我睡不着。那妈妈下去把电视开小声一点，你就乖乖睡觉，好不好？嗯。宇哥，看电视吧，演铡美案呢。你们慢慢看吧，我先睡了。妈，我要是那包公啊，就先把那女的给铡了。人家那是皇姑，铡的就是这坏女人，她太坏了。哎，罗老师，你在刻什么呢？忙了一整天了。鹿梅画廊啊，哈，漂亮！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啊！你如果做个木匠的话，肯定是把好手。行啊，要是我靠卖画养活不了老婆孩子，我就拜你为师，跟你干木匠活，养家糊口啊！哎，那个不敢当。走，看看干得怎么样了。好嘞，好。哎，罗老师，你看看做工怎么样？没有糊弄你们吧？真不错呀。哎，明天就完工吧，好不好？明天完工可来不及啊，最快也得后天。就明天吧。怎么这么急呢？哎，这儿多好啊，多安静啊！我呀，真恨不得马上就搬过来住。哎，这样，你让弟兄们辛苦一下，加个夜班，我给你们多加2000块钱，好不好？哦，那行，那行，那我正好叫他们少睡点觉。拜托拜托啊！哎呦，对不起啊。喂，啊，宇哥。志平，我告诉你，美美不见了。什么？你没去接她呀？我去了，可是我去晚了，他们已经放学了。啊，那你问问他姥姥姥爷还有他老师。问了，该问的我都问了。那是小军给接走了吧？没有，他们中学还没放学呢。哎，那会不会是党美燕呢？你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呢。我打了没有人接啊。你打他手机呀？我拿他手机啊。行了，你撂了吧，回来吧。梅梅，你还想吃什么菜呀？啊？我想要小鱼。这鱼不能吃，是在家养着玩的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养小鱼。我让妈妈买，可她总嫌换水麻烦。您给我买吧，我自己能给小鱼换水。鱼怎么卖呀？2块3条，3块5条。2块钱4条什么？阿姨，我想要5条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和爸爸妈妈，再加上你和哥哥，不正好是5个人吗？那就要5条吧。
手机你打了没有？打了，还关着机呢。大哥也不会把梅梅……你想什么呢？拿电话给我打120。宇哥，怎么这么想？他再怎么着也不会干这种事儿。现代人难说，我要打120。哎呀，行了。哎，看点路，哎，别老看人鱼。阿姨，你看，这条最大的是爸爸，你看这条最小是我，还有这条是妈妈，这条是您，这条是哥哥。你还挺会联想的呀！照你这么说呀，这鱼呀可要好好养，别养死了啊，要常换水。我知道了，阿姨。梅梅啊，以后啊，你别管我叫阿姨了，管我叫大妈吧。大妈？我们平山那边啊，都这么叫，都叫大妈。为什么要叫大妈？因为我比你妈大。大妈，哎，那我妈妈比您年龄小，是不是应该叫小妈？你这孩子可真逗。哎，妈妈，你看我有小鱼啦！回来了。妈妈，你看我又有小鱼啦！我问你，放学以后跑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在学校等妈妈？宇哥，是我把孩子接回来的，我去买菜，正好赶上他们放学。我问你话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听见了。那为什么不在学校等妈妈？我怎么嘱咐你的？重复一遍。你嘱咐我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姥姥姥爷之外，不准跟别人走。那你为什么不等我？哎，行了，宇哥，说几句得了啊！来，梅梅，走做作业去。什么行了？他还没回答我呢。说，为什么？宇哥，你就别再逼孩子了，有事儿你直接问我好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哥哥，什么哥哥？你一点都不听话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行了。一点都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不等妈回来，跟着我乱跑，这不听话。行了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宇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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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